宁静的小镇发生一起凶案，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在家中被残忍杀害。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嫌疑人被一一排除，该案也随之成为一桩冷案。直到多年以后，一个不起眼的线索成为破案的关键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伍兹克罗斯谋杀案。伍兹克罗斯位于犹他州中北部，是该州最小的县戴维斯县的一个小镇，人口约9000人。它西面是大盐湖，东面则是落基山脉的西界瓦萨奇山脉。这里景色壮美，安静祥和。1980年6月6日，伍兹克罗斯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。一名男子带着哭腔说他的妻子被杀害了，接线员被男子嘶哑的声音给吓到了。要知道伍兹克罗斯一向治安良好，这里已经超过30年没有发生过凶案了。警员克劳伦斯·蒙哥马利在接警后迅速赶往案发地点，这是一栋位于伍兹克罗斯郊区的木质结构的房子。蒙哥马利走进房子，来到受害者的卧室。他看到一名女子侧躺在床右边的地板上，身上穿着长袖 T 恤和红色内裤，双手指甲有多处撕裂，大腿内侧和脚上也有擦伤，脖子上有抓痕和勒痕，看起来是被扼颈身亡的。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6月6日凌晨。卧室里非常凌乱，床的附近有散落在地上的物品，床头有3根铜制管形装饰条断裂，整张床都有些变形。很明显，受害者曾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进行反抗。接着，蒙哥马利查看了房子的其他地方，房门没有被破坏，屋子里的物品摆放整齐，也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，因此不像是入室盗窃或抢劫，更像是一起针对受害者的谋杀。蒙哥马利对报案人，也就是受害者的丈夫史蒂夫·斯特罗姆进行了询问。史蒂夫看上去非常悲伤，情绪有些激动。他告诉蒙哥马利，受害者是他的妻子25岁的卡琳·斯特罗姆。史蒂夫在一家机械工厂工作，昨天轮到他上夜班，所以他晚上和卡琳一起吃完晚饭后，在11点半左右离开家去了工厂，直到早上8点多才下班回家，这才发现妻子已经在家中遇害。警方一方面继续对现场进行调查，一方面将这一悲伤的消息告诉了卡琳的家人。可可是卡琳的妹妹，当时20岁。她在听到姐姐被杀害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，因为姐姐卡琳是可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卡琳·萨尔茨基佛1954年出生于犹他州的邦蒂弗尔，邦蒂弗尔就在伍兹克罗斯的东边。卡琳是家里3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下面有一个弟弟和小他5岁的妹妹可可。他们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卡琳和可可跟随父亲一起生活。不久后，父亲娶了第2任妻子。卡琳的性格外向，长相甜美，而且很聪明。她从小到大对妹妹一直非常照顾。1973年，19岁的卡琳和史蒂夫结婚了。史蒂夫是在卡琳读高中时认识的，他比卡琳大1岁，虽然外表粗犷，但却是个安静善良的人。在接下来的7年里，卡琳在会计部门工作，而史蒂夫则在机械工厂工作。夫妻2人通过努力工作，在北盐湖城和伍兹克罗斯都购置了房子。卡琳还有一辆黄绿色的科迈罗，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。2人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但可可知道姐姐的婚姻有着令人不安的一面。史蒂夫喜欢喝酒，而且他在喝醉后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会变得易怒且暴躁。可可亲眼看到过史蒂夫对姐姐大吼大叫，有时也会看到姐姐脸上有被化妆品掩盖的淤伤，因此可可越来越讨厌这个姐夫。就在卡琳被杀害前3个月，夫妻2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卡琳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终于忍无可忍，她向史蒂夫提出了离婚。可可对姐姐的决定非常赞同，她相信姐姐一定能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丈夫。史蒂夫在酒醒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，他希望卡琳可以原谅他。
没想到现在卡琳竟然被杀害了。可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史蒂夫。虽然即使没有可可的叙述，警方也会调查受害者的丈夫，而现在史蒂夫的嫌疑就更大了。因此警方对史蒂夫进行了审问。史蒂夫告诉警方，他确实和卡琳在闹离婚，3个月前卡琳就申请了离婚，然后搬了出去，但他觉得他们还爱着彼此，一切的根源只是因为自己酗酒，他希望能挽回这段婚姻，所以他选择在他们结婚纪念日这一天打电话给卡琳，希望她能回来住几天，两人再好好谈谈。卡琳起先是拒绝的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案发前一晚，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，之后史蒂夫出门上班，他整晚都在工厂上班，下班回家是用钥匙开的门。史蒂夫说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，不过他似乎没有将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因为可可告诉警方，姐姐在搬出来不久就有了新的追求者，他名叫布夫·班格特。布夫有着更体面的工作，而且对卡琳非常体贴，史蒂夫是知道这件事的。可可相信史蒂夫就是因为嫉妒布夫才邀请卡琳回家并杀害了他，因此警方对史蒂夫进行了测谎，结果很糟糕。史蒂夫知道自己在测谎环节非常紧张，可能表现不好，但他坚称自己不是凶手。警方问史蒂夫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怎么解释房门没有被破坏，凶手又是如何进入房子的？史蒂夫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，他们都是夫妻2人的朋友，卡琳应该会为他们开门。同时他着重说了2个人，一个是卡琳的新男友布夫，因为布夫担心卡琳会回到他的身边，所以他是有动机的。现在史蒂夫终于承认他知道布夫的存在了。另一个是他的同事埃德·欧文斯，因为欧文斯和他操作同一台车床，欧文斯是中班，他是晚班。欧文斯的工作时间为下午4点到晚上12点，但案发当晚他去接班的时候没有看到欧文斯，这很不合理。警方对史蒂夫的说辞将信将疑，因此他们走访了史蒂夫所在的工厂。史蒂夫和欧文斯的班长将考勤卡交给警方，上面显示2人在同一台车床工作。工厂的上班时间为早班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中班下午4点到晚上12点，晚班晚上12点到早上8点。6月6日凌晨12点到早上8点，史蒂夫确实都在工作岗位，而欧文斯则从晚饭时间晚上8点以后就没有回到工位，这与史蒂夫的描述是一致的。要确认考勤卡的信息是否准确并不困难，每个工位多少时长可以出多少工件基本是固定的，再加上史蒂夫其他同事的证词，可以证实史蒂夫的不在场证明是真实的，因此警方不得不将史蒂夫释放。根据史蒂夫的描述，警方找到了29岁的埃德·欧文斯，他不仅是史蒂夫的同事，也是史蒂夫的朋友，两家人走得很近，经常一起聚会，有时史蒂夫喝醉时，欧文斯还会将史蒂夫送回家，因此他也是史蒂夫提到卡琳会为之开门的人之一。欧文斯告诉警方，那天他确实是上中班，晚上8点是常规的晚餐时间，他原本准备去附近一家酒吧吃点东西，但遇到了几个朋友就没有忍住喝了几杯，这一喝就一直喝到了酒吧关门，之后他们还走到停车场继续喝，直到凌晨4点30分左右才醉醺醺的回家。警员在和他交谈期间注意到，他鼻子一侧和手臂上有类似抓痕的伤口。警员询问欧文斯这些伤口是如何造成的，欧文斯回答，他是一名车床工，在工作时常常会有飞屑飞溅出来，受点小伤是家常便饭。欧文斯的同事证实了这一说法，但警方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对欧文斯的伤口进行了拍照并留存，还采集了他的血样。警方还询问了欧文斯提到的几个朋友，他们的说法和欧文斯一致，再加上欧文斯也没有任何动机，最终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。接着警方将视线转向卡琳的新男友布夫·班格特，因为正如史蒂夫所说，如果卡琳和史蒂夫重归于好，那布夫将失去卡琳，因此他也有动机。布夫当时35岁，是一名机械工程师，
他告诉警方，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与卡琳的恋情，他是真的爱卡琳。史蒂夫邀请卡琳回家的事他也知道，并且是他说服卡琳回去见史蒂夫的。他确信卡琳回去要做的事是和史蒂夫离婚。当警方问布夫案发时在哪儿时，布夫说那天他整晚都在家里。他和可可一样，也认为杀害卡琳的凶手就是史蒂夫。很快，布夫的不在场证明被证实，他的嫌疑也随之被排除。目前，史蒂夫仍然是头号嫌疑犯。警方还对其他和夫妻两人有关的人员进行了调查，并采集了血样。此外，物证的整理工作也完成了，其中包括卡琳的衣物、撕裂的指甲和其他物品。与此同时，卡琳的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。报告显示，卡琳的死因确实是颈部受压而窒息，她曾遭到严重的侵犯，大腿内侧和私处有淤伤，体内有男性体液。死亡时间为6月5日晚上10点到6月6日凌晨2点之间，这与警方初步推断的死亡时间略有差异。这一差异意味着卡琳有可能是在史蒂夫离开家前被杀害的，因为史蒂夫说过他是在11点半左右离开家的，那史蒂夫之前的不在场证明就不够完整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。于是警方再次对史蒂夫进行了审问，但这一次史蒂夫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，他想进行测谎测试。他说他知道自己被看成凶手，但他是无辜的，所以希望用测谎结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虽然测谎并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呈现，但确实是个好工具。既然他自己要求测谎，警方没有理由不答应。这一次史蒂夫的得分为-13分，这是一个糟糕的成绩。警方越来越相信史蒂夫参与了这起谋杀，他自己提出测谎只是欲擒故纵，但以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指控史蒂夫犯有谋杀罪。因此警方再次询问了卡琳的同事，这一次终于有了收获。卡琳的多名同事说曾看到卡琳的身上有淤伤，还听到卡琳说差点被史蒂夫掐断了脖子，这和卡琳的死因相一致，是极为重要的证词。史蒂夫没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他有杀害卡琳的动机，他有家暴史，尤其是醉酒后更为狂躁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曾用与卡琳死因一致的方式攻击卡琳。终于在凶案发生2个月后，警方正式以涉嫌谋杀罪逮捕了史蒂夫。但就在检察官为起诉史蒂夫做准备时，史蒂夫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官排除卡琳同事的证词。他的理由是，这名同事的证词并不是他亲眼所看到的，这被称为双重传闻。法官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，排除了这条重要证据。这一消息令所有人感到失望，因为这是检方所掌握的关键证据之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检方贸然指控史蒂夫，尝试说服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，进而对史蒂夫进行定罪，可能性极为渺茫。一旦史蒂夫被宣判无罪，那就会因为双重危险原则而不能再次起诉史蒂夫，那史蒂夫将永远逍遥法外。双重危险原则在大陆法系被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，我在世界尽头谋杀案的影片中做过阐述，这边就不再赘述了。总之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起诉史蒂夫是不明智的，因此检方做出了艰难的决定，撤销对史蒂夫的指控，这是无奈而正确的决定。但可可对这个结果感到难过，他不理解这么明确的事情为什么会证据不足。同样不甘心的还有一手经办此案的蒙哥马利警员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警方继续寻找新的线索，希望能侦破此案。尽管他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但该案始终没有进展。蒙哥马利仔细整理了所有证据，期待终有一日案件能有一个了结。1981年6月，该案被迫停止调查，成为一桩冷案。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，可可经常致电警局询问姐姐的案子是否有进展，但电话里的回答总是令她失望。她充满疑问，杀人凶手为何可以逍遥法外？
一晃20多年过去了。2005年，警员蒙哥马利在这一年退休，但他对该案仍然感到不安。接替他的是警长布拉德·本森。在交接时，蒙哥马利再三提起这桩20多年前的冷案，而可可也依然每年都会询问警局自己解决的案子有没有进展。他的孜孜不倦和蒙哥马利的再三提起，令本森对该案格外在意。他向上级申请是否能重启调查卡林案，因为现在的刑侦手段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很快，他的申请被批准了。本森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可可，可可非常高兴，他终于又有了希望。得益于蒙哥马利的妥善保管，所有证据都保存完好。本森仔细查看了这些证据，并努力寻找突破口。他首先检查的是卡林的指甲，当年无法做到的事情，现在可以。法医实验室对指甲的检验结果令人振奋，指甲里含有史蒂夫的 DNA。此外，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 DNA 证据，它属于艾德·欧文斯。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。凯琳的指甲里有史蒂夫的 DNA 并不奇怪，但欧文斯不应该和卡琳有肢体接触。为了确保检测的准确性，警方又进一步检测了当时提取的卡琳体内的体液样本，结果再次显示样本的 DNA 与欧文斯的 DNA 相匹配，因此他成了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。由于当年欧文斯也曾进入过嫌疑人名单，但因为当时他有不在场证明而被排除。时隔多年，警方再次找到当时和欧文斯一起喝酒的朋友，并询问他们是否能确定欧文斯一直在酒吧。这一次他们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，毕竟酒吧是个嘈杂的地方，有人走开一会儿，没人会在意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不在场证明并不完美。另外，他们在看了欧文斯手上和脸上的伤口照片后，也隐约记得有人问过欧文斯那些伤是怎么回事。欧文斯的回答是和宠物玩耍时弄的，显然这和他当时对警方说的原因不同。他说那是车床飞溅的铁屑造成的。有了这些线索，警方开始寻找现年56岁的欧文斯。当时欧文斯和他的妻子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尔斯丘奇。本森在电话中要求欧文斯来警局协助调查，欧文斯答应了。然而他却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。当警方再次拨打欧文斯家的电话时，他的妻子告诉警方，欧文斯留下了一封道别信后就失踪了。听到这一情况后，警方查看了欧文斯的银行记录，记录显示他越过国境去了墨西哥。一个无辜的人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的家人远走他乡的。欧文斯的行为加深了他的嫌疑，于是警方开始进一步调查欧文斯。1980年，警方确实查看过欧文斯的犯罪记录，但那只是在犹他州的范围。这一次警方查看了国家数据库，结果显示欧文斯早在1973年就在加州被警方逮捕过，并被指控谋杀未遂，但最终没有被定罪。因此警方进一步相信欧文斯就是杀害卡琳的凶手。联邦法院也正式对欧文斯发出了逮捕令。这一消息让可可和蒙哥马利既高兴又疑惑，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凶手就是史蒂夫。拿到通缉令的本森打电话给欧文斯的母亲，他说如果不希望欧文斯的照片出现在新闻频道里，那就让欧文斯从墨西哥回来，这也会对量刑更有帮助。2007年3月13日，欧文斯出现了，他回到了犹他州，来到了伍兹克罗斯警局。本森对他进行了审问，看来他是有所准备的。他聘请了律师，并在接受审问时非常谨慎地回答问题。尽管如此，检察官依然在2天后正式指控埃德·欧文斯犯有谋杀罪。但在庭审过程中再次发生反转。欧文斯的辩护律师指出，所有证据只能说明欧文斯和卡琳有过性接触，但不能说明欧文斯是凶手。他将欧文斯和卡琳的关系描述为婚外情，因此两人是自愿发生关系的，所以欧文斯是无辜的。有了辩方这样的合理怀疑，
再加上此案检方最先指控的是史蒂夫，检方一下子陷入了被动。不过这一次和26年前不同，检方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证据，本森也绝不会就此放弃，他要做的是找到新的证据来说服陪审团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本森把重点放在卡琳的身上，他再次查看了所有物证。终于他在卡琳的红色内裤上找到了一些细微的线索，这看上去有点像小水滴，于是他将样本送往实验室。这一次的结果又是一个突破，这些小水滴是欧文斯的血液。警方还仔细查看了当时欧文斯伤口的照片，法医认为这不是铁屑飞溅造成的，因为飞溅的铁屑温度很高，会在伤口上留下轻微的灼伤，而欧文斯的伤口则完全没有，这些伤口更像是抓痕。欧文斯说谎了。两项新的线索说明，这绝不是双方自愿的性行为。在法庭上，检方向陪审团描绘了案发的经过。欧文斯知道当天史蒂夫是夜班，而且卡琳回家了，所以他在晚饭时间去了酒吧，然后择机从嘈杂的酒吧离开，去了史蒂夫家。他原本只是想侵犯卡琳，但遭到了卡琳的强烈反抗，他掐住卡琳的脖子，最终杀害了她。受害者卡琳身上的线索成为指控欧文斯最强有力的证据。法官允许可可在法庭上讲话，他对欧文斯说：“你夺走了我最亲的人，夺走了我的一切。”就在可可发言时，欧文斯依然面对微笑地看着可可。2009年4月1日，陪审团经过9个小时的讨论，最终做出了有罪判决。这一刻，可可激动万分，他等待26年的正义终于到来。埃德·欧文斯被判处终身监禁，23年不得假释，他大概率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